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爱换不了，所以无可救药。多少人在结束后用遗憾寻找，梦抓不到，所以谁都想要，而命运的网又能解开多少？以为一切得到，却不知在往里绕，失去和拥有，谁能分辨得好？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最华丽的情调比不上那微笑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。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世界为你而绕？最单纯的感动，却忘了去寻找，拥有了世界，却输掉拥抱。有什么值得炫耀？有几份文件要你看一下，Aaron不在，我就自己进来了。好啊，放在你的位了。喂，天哥，有啊。带浩宇去看过了，他也知道是你送的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怎么买呢？那层楼市价要2000多万啊！浩宇知道我没有能力的。这样吧，你把浩宇约出来，我跟他谈谈。怎么了？他根本就不接我的电话。你这个弟弟真有性格啊！天哥啊，你别怪他。我怎么会怪他呢？我替你高兴，有个这么关心你的弟弟，难得。我们两个从小就没了父母，就两姐弟一起过生活。浩宇总是觉得我为他牺牲了很多。他这样想也没错，你为了栽培他，的确牺牲不少，比方当夜总会小姐，还有跟了我。你少胡说了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已经是残花败柳。你让我读书学管理，一心一意栽培我，没有你，我哪会有今天呢？你弟弟不会这么想，他觉得你年轻、漂亮、有本事，跟我这个小老头在一起，受委屈了。再加上这个小老头的出身，天哥，再这样说的话，就不理你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算了吧，别强人所难了。既然你弟弟没有发展自己事业的意愿，你就把那层楼租出去。天哥啊，其实我真的不想接受这份厚礼。你又来了。你知道我是走黑路的，黑路难行啊。说不定有一天，我就一去不回来了。你不会的。
会也好，不会也好，反正我要替我心爱的人着想。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，我也要你过得比现在更好。哦，对了，过2天我要到那边跑一趟。天哥，以你今时今日的地位，何必去冒这个险呢？我已经把你的资金投资在很多正当的生意上，光靠这些生意，已经足够让你过舒服的日子了。事情没这么简单。我的这盘生意涉及很多人，军方、买方，黑白两道，哪有说停就能停的？我上的这艘船是天也茫茫，海也茫茫，就是看不到岸的。你也说过，那地方是三不管地带，龙蛇混杂。每次你说要去哪里，我都得提心吊胆。有些事情，我必须亲自去处理。放心吧，我在那里早就搭好天地线，比在这里还安全。怎么了？奇怪，刚才那个女孩子好像你认识她？不认识，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好像是在哪里见过。看见那个男人迎面走来，为什么我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？我见过他吗？看前面，看前面那对男女。哎，我叫你看前面那对穿黑衣服的男女啊。哦，我掩护，你拍照，他们很警惕，不要让他发现。哦，快点啊！快点啊！请问2位可以点菜了吗？哦，我们在等人，等一下。社长，拍好了。哎，好，好。社长，那王清标的案子，你有没有钱呢？啊？有钱的话，叫几笼点心来吃啊。我没钱。那叫1笼啊。社长，王清标的案子，你到底查到什么？我现在饿坏了，哪会想起那些陈年旧事？那我走了。哎，你负不负责任的？工作还没有做完就走啊？我帮你做事不是没有条件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太现实了。你想不起来啊？哎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一般劫匪志在抢钱，不会动手杀人，何况是杀全家。根据我推断，这是一起仇杀案。经过我的调查，王清标曾经在东南亚某个国家经营珠宝生意。啊，你已经知道了。王清标是我爹地的朋友，我们一家人遇到了交通事故，我爹地、我妈咪还有我哥全都死了。我在医院昏迷了13年。啊，13年？太可怜了，实在太可怜了。我并不可怜，至少我能够活着醒来。可是，我爹地、我妈咪还有我哥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社长，你说是仇杀，其实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，所以我一定要把那个真凶找出来。你找对人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吉米章，谁能侦破这复杂错综的案子啊？好，你知道什么？跟我说一遍。
我知道除了王清标之外，我爹地还有另外2个朋友跟他一起做珠宝生意，一个叫林焕东，另外一个叫杨天威。姐，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不过我突然有话要跟他说。杨天威，我们能不能单独谈一谈？浩宇啊，什么事不能当着我的面谈呢？不要紧的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浩宇，那层楼呢，是我给你姐的一份心意，她跟我这么多年，那是她应得的。你以为自己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怎么不能这么说啊？你当然不能这么说。我跟你姐是讲情不讲钱。讲情？不错，我非常珍惜你姐，我对她是真心真意。你少肉麻了。肉麻？怎么会呢？我的一字一句都发自内心，完全没有虚情假意。你怎么会觉得肉麻呢？你如果真的真心对我姐的话，就不会把她打到进医院了。这件事你没有办法理解，我也不想这么对你姐。看到她吃了这么多苦，我也很难过。你如果真的珍惜我姐、关心我姐的话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过她。放过她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要你离开她。办不到。杨天威，我要你马上离开她。办不到。这个无赖！浩宇，你干什么？天哥，你没事吧？杨天威，你给我听着！你如果不离开我姐的话，我就会让你不尊重天哥，就是不尊重我。走啊！快走啊！天哥，他对你说了些什么？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是拿他没办法。年轻人嘛，容易冲动。他跟我说让我离开你，我告诉他我办不到，我是真的办不到。司令，如果你不在我身边，这个世界上我连个知心的人都没有了。天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这辈子都留在你身边。风扇坏了吗？没坏，是停电了。停电？我看你是没交水电费吧？那是常有的事啊，习惯就好啊。两家人都碰到意外，两家人都全家遇害，太巧合了吧？太凑巧了，太凑巧了。吉米张侦探社。吉米张呢？你是哪位？李太太。啊，等一下，社长。社长。李太太，不好意思，社长正在忙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啊？我老公知道我请私家侦探查他，到底怎么搞的？没见过像他那么烂的私家侦探，我要他把钱全退还给我。好好，我会转告他的。再见。社长。社长。又睡着了。林焕东，
焕东。社长，你想到什么？这个名字我好像有印象。对呀，当年我调查过这个人，你为什么调查他？因为一起珠宝走私案，后来因为证据不足，没有起诉。那你知道怎么能够找到他吗？你以为我是神仙呢？哎，你可以不可以帮我冲杯咖啡，让我提提神？也许我会想起来。哦。社长，咖啡粉没有了。啊？想不到当年的师承咏叹，会落到连喝一杯咖啡都没有的下场。我代表我的当事人汤颖小姐提出取回她父母名下所有资产的要求。反对，我反对。汤先生，对不起，请你不要打扰。我在向汤耀祖先生委托的律师提出我的当事人的要求。我也是遗产信托人，我有权提出反对。根据汤耀祖先生的遗书，他的孩子21岁成年之后将继承他名下所有的遗产。王律师，我相信这一点你很清楚。汤耀祖先生的遗嘱写得很清楚，我想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。问题是汤先生指汤颖小姐在意外中脑部受伤，醒来后并没有完全康复。不错，我怀疑他神志不清。我身为遗产信托人，有责任保护这笔遗产，免得他被人所趁。你自己居心不良，有什么资格说别人？王律师，我清醒得很。你清醒？你知道你旁边的人是谁吗？你知道他的来历吗？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彻底怀疑你现在的判断能力。关于我的当事人汤颖小姐的健康状况，我有最新的医药报告。我现在正式代表我的当事人，要求在2个星期之内接收汤耀祖先生名下所有的遗产。不行，我坚决反对。看来我们只好在法庭上见。我们可以走了。你这个笨女人，你一定会被这2个男人骗得一文不剩的。汤颖，你相信我吗？相信。你连想都没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那么相信我？我真的好想你。真的好想你，我会保护你，不会让你受到一丝的伤害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感受到你关心我。我一定会保护你。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到一丝伤害，绝不。你爱上他了？谁呀？汤颖。
我看见你拥抱她，吻她。你别忘了，她可是你仇人的女儿。万一她发现你的身份，说不定会把你给杀了。不过，看得出来，她也好像已经爱上你了，就好像你已经爱上她一样。我爱她，怎么可能？我是要让她悲痛欲绝，才摧毁她。你别骗自己了。我看得出来，当你吻她的时候，已经动了真情，不像跟我，纯粹是术语的发泄。我还真有点妒忌呢。别胡说了，她是我仇人的女儿，我怎么可能对她动真情？我只是一时间把她当真了素意。那个部落女孩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告诉过你，我是部落人，我来自一落族，跟淑英一样。淑英，她是一个又漂亮又勇敢的族长女儿，有很多女孩子都很羡慕她，很多男孩子都很想娶她为妻。只可惜啊，死了。是我害死她的，我是个懦夫，我丢下她自己逃跑，我是个懦夫，懦夫。气死我了！珍妮，什么事啊 ？reject， 我又被另外一间大学 reject， 我的成绩真有这么差咩？啊，没关系的，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，说不定明天就会有好消息了。说的也是，此处不留本小姐，自有留本小姐处。哎，小颖，等一下，有封信是你的，美国大学寄来的。哦，小颖，不是我要说你，你的野心也未免太大了吧？美国名牌大学，很多人都挤破头哦，都进不了。怎么样？你还是被 reject 了吧？你的泪水不要往肚子里面吞，要学我这样吗？不爽我就狠狠的发泄一下，来，我帮你报仇。阿塞，他们接受你啦 ！My God， 你还可以这么冷静，美国名牌大学，哎呦，我就是要做这个梦都不敢做，你真是天才啊！我不是天才，真正的天才是你哥。我老哥？要不是他，我没有这个机会的。周建明，周建明，周建明吃饭了。哎呀，算了啦，我敲了几次门，从打包回来热腾腾变成现在冷冰冰，他都没有出来。他从昨天开始就没有出来拿食物了。这也不稀奇啊，他试过3天没有吃东西。哎呀，反正他肚子饿就会出来找东西吃。他如果不想吃，把门敲破了也没有用。老哥，我跟你换一包新的啊，你要吃就自己吃呗 ，OK？ 周建明不要害死小鱼，周建明不要害死小鱼，周建明不要害死小鱼。我一天没查出那躲在幕后的杀人凶手，我绝不出国升学。爹地的日记，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。天威回来了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他说他没有忘记对我们的承诺。哎，你们怎么样？到底跟不跟我走啊？我告诉你们，那个地方遍地宝石啊，只要往下挖，出来的不是石头，全是宝石啊！
这些就是我带回来的。天威说，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，稍一不慎就会丢命。但是富贵是终究，他问我们愿意跟他一起去追求富贵吗？我答应了，我要出去闯一闯，让老婆孩子过好日子。万东和青彪也都同意了。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无论到任何时候，我们都情义相挺，永远不做出卖朋友、背叛朋友的事。情义相挺，不出卖，不背叛，违背者天诛地灭。我们4个人就这样向不可知的未来出发。今天和宝石贩进行交易。你们先走。哦。亲眼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面前倒下。天威说的没错，这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要在这里生存并取得财富，不只要心狠，还要手辣，就像他一样。梁天威把大家带到那杀戮世界的，就是他。叛军的势力日益强大，几乎天天都听到枪声。人的命在这里，见过一碗饭，这些日子我们也赚了不少。也许是该撤退的时候了。我们正在商量回国的事，天威忽然闯了进来。他满脸通红，双眼发亮，不停地哈哈大笑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那么兴奋，好像疯了一样。不过，我们很快也乐疯了。天威发现了一座宝山了。快说了，抓呀！我们发达了，我们找到一整座宝山，真的真的！九，大哥，这座宝山能够挖出多少宝？多少宝啊！说出来吓死你们！啊，几百万啊？几百万？几百万？喂，你不要告诉我们是几千万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是无数个几千万！我们发达了！我发达喽！大家陷入了激烈的争吵中。我和焕东、青彪担心叛军知道消息后会抢夺宝山，主张和叛军合作，但天威却激烈反对。都别说了，宝山呢是我买的，你们谁要是不同意，可以退出。妈的，你想撇开我们独占好处啊？你放屁！宝山就在眼前。有胆你拿！你才放屁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胆小如鼠啊！你就像老鼠一样！妈的，做事老鼠也想死！有胆你拿！有啊！你再说！哎呀，你们冷静一点。有什么事好好的商量，各有各的说法。如果我们能达成共识，那是最好的。难道你们都忘了，我们曾经说过，要共同进退，不管碰到什么事，都要一起去面对。谁也不准撇开谁，就是嘛。青彪，别人不了解大哥，我们还不了解吗？他会撇掉我们独占好处吗？刚才那句话你不收回来，我就会跟你断绝兄弟情谊啊！伟哥，当我说话像放屁，我错了，我敬你一杯。
我支持大哥，我也支持大哥。你们全都支持大哥，我不支持他，那我不是变成老鼠了？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好兄弟，情义相挺。大哥，知道宝山的不只是我们，难保不会走漏消息。是啊，那些工头和工人一定会说出去的。那些工人我已经全部都关起来了。总不能关他们一辈子吧？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见天威的表情，我忽然心里一寒。难道天威想把他们？太残忍，太可怕了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难道杨天威把他们全部都杀了？天威眼见工人踏出工棚，对外联系全部切断，办公室里唯一的电话只准我们4人用，而且每次用电话必须有另一人在场。你想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。大哥，别这样，把枪放下，有话慢慢说嘛。金彪，你做了什么事情惹大哥生气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一进来就莫名其妙拿枪指着我。说好了不能单独打电话，你偷偷摸摸溜进来，打给谁？你连我都不相信？是，我最不信的人就是你。混蛋！金彪，大哥已经说过了，要打电话必须有另一个人在场，互相监督。既然大家都已经同意了，你私自溜进来打电话，那就是你不对了。我要打给我的马子嘛，女人要哄的啊。我在电话里面单说一些肉麻的话，然后当着你们面前说我爱你，我要跟你睡觉吗？有病啊！大哥，这家伙3个月没有碰女人了，有点忍不住了。要是再让我发现一次，别怪不顾兄弟情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大哥变了，变成一时一鬼，连我们都不信了？听说部落里的族人会用巫术，他是不是中了降头？他不是中了降头，在他眼里啊，只有珠宝还有钱呢。我怕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下场会像那些工人一样被他给。小心你脑袋。我发现我们越来越怕天威了。爹地的笔记里潦草了许多，可见他当时的心情一定非常混乱。天威被捕了，今天忽然来了一队叛军，不由分说的就把天威抓走。我托人打听天威消息，直到深夜都没有结果。叛军提出条件，要我们答应联合开采宝石，否则我们的下场就像天威一样。形势比人强，我们还有什么选择？叛军处传来消息，说今天你要处决天威，我们急急赶去，天威被押到刑场。大哥，你安心上路吧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家人的。但是天威却朝我们嘶喊，说我们出卖了他。我也怪他，因为除了他之外，我们3人都没事，难怪他会有这样的反应。天威，你安心走吧，我会照顾好你家人的。林焕东，难道是他？
你这次的价钱可比以前高2成啊！已经有人出3倍的价钱了。3倍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你们不是有一句话，在商言商，朋友归朋友，生意归生意。如果你不能出高过3倍的价钱的话，这笔生意谈不了。那好，我先告辞了。干什么？你们跟上他们，看看是谁搅了我的生意。小心！谁派你来的？不知道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真的不知道。行动失败了，杨天威杀了我们派去的人。被袭击了，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过4个保镖丢了命。爸，我现在马上来跟你会合。不，敌人是谁，势力如何，我还没有摸清。你过来，说不定会中了对方的暗算。可是，放心吧，你爸还没老到不堪一击，我一定会找出那家伙，把他连根拔除。一切小心啊。你那边也不能疏忽。我知道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接你去吃午餐的。我们2姐弟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好吧，等我处理完这份文件之后，我就可以走了。好。姐，我们去一间新的餐厅。你怎么老是看后面啊？看有没有人在跟踪。他们提醒我出入要小心一点。我不是叫你别理那些人吗？你怎么不听我的话？逃避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啊。待会你会见到一个人，听听他怎么说。马上送我回去。姐，回去啊！姐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事情已经到很严重的地步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快就会知道了。2位来了，这里见面没问题吧？你放心，
从你们一离开公司，我们的人就一直跟着你了。我怎么没发现啊？被你发现，我们就不够资格干我们这行了，是吗？这位一定是蔡思玲小姐。姐，蔡小姐，我们知道杨天威出国了，所以才请蔡医生安排我们见面。谢谢你愿意前来。请你不要误会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找我弟弟。姐，你不要出声。我弟是名牙医，他有他的事业。虽然我们是两姐弟，但是从不干涉彼此的私事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就直接来找我好了。我们不找你是不想打草惊蛇，而且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。我的安全？没错。我们知道你跟杨天威的关系很亲密，但是也许你还不太清楚他的为人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再听你说下去。姐，你不要再被杨天威利用了。你弟弟说的没错，你只是杨天威的工具，他随时会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你。恐吓是你们惯用的手段吗？你是不是也用同样的手段来恐吓我弟弟呢？如果你知道杨天威的底细，你就不会认为我在恐吓你。我这里有很多杨天威的资料。5年前在泰国发生一件枪杀案，3名珠宝走私犯身中10多枪，当场身亡。背后主使者就是杨天威。几年前，国际刑警派人接近他，但是这位刑警忽然失去音讯，到现在都没有他的下落，估计已经遭遇毒手。3年前，香港警方要提控杨天威，但是证人忽然从高楼坠下，死因不明。案件因为证人的死撤销。10多年前，他杀死了10多名手无寸铁的开采工人，只是为了不让他们把发现宝石山的秘密给传出去。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这么多线索，为什么不去抓他呢？1，我们证据不足；2，他犯案的地方就是国际刑警也无法进入的，所以我们需要你的配合，需要你提供证据，才能把杨天威控上法庭。我没证据，也不会跟你们配合。浩宇，我们走。姐，走吧。蔡小姐，你可以不顾你自己的安全，但是你弟弟的安全，相信你不会不关心吧？什么意思？我们在蔡医生的诊所里发现了窃听器，相信你的办公室，甚至你的居所，也同样被装了窃听器。姐，看来杨天威也不怎么信任你啊。不会的，他不会这样对我的。姐，你不要自欺欺人了。他说的对，杨天威会为了保护自己牺牲你的。没错，你和你弟弟都有危险。要确保你们俩的安全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跟我们合作，将杨天威绳之以法。谁知道那些窃听器是不是你们装的？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，我都不会跟你们合作的。请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弟弟。浩宇，我们走。姐，你把这里的诊所结束，马上到澳洲去。啊？为什么？你不是曾想要去澳洲发展吗？趁年轻的时候去闯一闯，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你怕杨天威会对付我是吗？那证明点清楚他的为人。你也知道，刚才李刚说的都是真的。真的也好，假的也好，总之，我不会做对不起天哥的事，我也不想你被利用。马上去澳洲，越快越好。不，我不去。你明知道我最放不下你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对你提心吊胆呢？姐，你放不下我，难道就放得下你吗？要丢下你在这里，跑到远远的去逍遥快活，我办不到啊，姐，办不到啊。怎么了？
为什么？